涮锅饼类、火锅麻辣烫等等很多小吃都要用到这个芝麻酱，那是不是都是一模一样的调配方法呢？其实，站在专业的角度，各类小吃对应的麻酱调制方法各有不同。咱今天以麻酱凉皮的麻酱为例讲一讲。麻酱还是那个重重的芝麻酱，但是你不能忽略了调凉皮还要有这3个调味料：蒜水、辣椒油、料水。所以今天调制这个芝麻酱就有了一个前提，所以你必须得考虑整体味型上的调和和咬合。那我提一个问题，那咱今天这款芝麻酱需不需要加盐呢？芝麻酱本身它没有咸味，加盐没问题。但是调凉皮我们还要用到这个调味汁料水，盐全部稀释到料汁里了，咸味足够重了。那你芝麻酱里再加，那整体就太咸了。芝麻酱本身是很香，但是它还有问题：一涩、二微苦、三齁口。那你得解决这3个问题。针对第一个涩的问题，加入鲜味足的酱油，就要用这个酱鲜把这个涩味给它中和了。针对第二个后味微苦的问题，就要用白糖去中和掉它的微苦。第3问题齁口，你看它这么稠，能不齁口吗？那我们就得稀释卸开它。那到底是油蟹还是水蟹呢？1锅凉油备好，一盘新鲜的蔬菜料头，凉油直接下，开个小火慢慢炸，炸香出味。凉皮芝麻酱就要用油蟹，为啥不用水蟹呢？因为你看调凉皮有蒜水，有料汁，都是水。芝麻酱再要用水的话，那调碗凉皮水量就太多了，吃着那就清汤寡水，索然无味。平常这个时候就要下这盘香料了，但是今天不用，为什么呢？辣椒油里面香料粉，料汁里面香料水，你再加香料的话，香料就重复重结了，那料味就太重了。就是用纯粹的蔬菜料头给油去腥，给油提香，炸到干黄，及时关火降温，料渣不要捞出，利用油的余温使香味再次释放。油温降到120度左右，按量加入芝麻酱中，上勺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让芝麻酱和油充分融合，激发出麻酱的香，把芝麻酱卸开。最后补入香油，放大提高麻酱的本味。这样我们这碗凉皮专用麻酱成了。其实这块芝麻酱我们只是激发保持了它的本味，去掉了它的劣味，没有画蛇添足的去增加其他味。只要这款麻酱足够香了，其他调味就交给他们了。来调碗凉皮，料水、蒜水、辣椒油、油和渣，美美的一勺。麻酱凉皮芝麻酱就要给足了，上筷子就这么操一操，拌一拌，让各位调和咬合。挑起一筷子，你看，透过辣椒油的红润，你看皮子上挂满了麻酱的酱汁，各位相互衬托，相辅相成，这才是一碗经典的麻酱凉皮。